我现在住在深圳市的龙岗区，这一带是华为的地方，属于它的地盘吧。这里面都有它的员工的公寓楼啊。前面是神州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其中一座大楼。以前神州很有名，现在不行了。10年前，2014年我来到龙岗，我发现这里特别的脏乱差，就跟农村的那些乡镇差不多，所以我不喜欢龙岗。后来我一直住在宝安区嘛，那现在今年搬过来，我感觉我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这里特别的干净，道路特别干净的，人也比较少，主要是。深圳是一座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，所以它到处都很拥挤。然后我去了龙华那边找房子租，发现那边更多人，比宝安区更多人。后来我来到这边龙岗这边看，发现这里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。这里给我一个感觉，很像一个城市，这个区很像珠海市，就是你来到这里就会放慢工作节奏啊，生活节奏也一样，就会慢悠悠的去逛街啊之类的。因为确实大家看人特别少，今天是周末，如果是周一的话人更少，只有这栋写字楼有一些人来上班。这是它的道路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从来对龙岗区印象都很差，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住龙岗区住的那个地方，可能是最差的地方，所以我以为龙岗是全都是这样的，结果发现不是。在宝安区我们找不到这么安静的地方哦，真的找不到啊，因为我在宝安住了差不多8年了啊。前面有一个地铁口，它是华为地铁站，它的名字就是以华为命名的，不过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啊，特别吵。那个华为有个工地就在前面这里，他们几乎是7乘24小时，下大雨都在干活，风雨无阻。有时候下很大的雨，他们半夜仍然在开工。那个打桩机大家看到了吗？就在前面，打桩机有差不多有20台这样子，一直在当打桩。然后我们那个我住的就是这一栋楼，然后很多人搬走嘛，说这里太吵了。现在我们往前面走一走，看一下。这里的路边都有这样的骑行车道，一直往前都有，后面也一样。在宝安虽然也有，但是都被那些自行车啊全部都占满了。他们会在这里摆满自行车，也会有很多拉客的电动车在这里走来走去，所以很挤。但是这里大家看你很明显能感觉到这里有一条骑行车道，但是在宝安你可能很难感觉出来，尽管宝安区也有。所以住在这里确实很舒服。我常常联想到我以前去珠海玩的时候那种感觉。然后这是前面有一排写字楼，应该是这个区龙岗区一些标志性的，有点类似于科技园的那种办公的地方，一些科技公司会在前面。我看到他们有时候周末也是灯火通明的，星期天的晚上也很多人加班呢。后面这里就是华为的这个工地了，声音特别大，大概应该有个10几亩这样子吧
十几亩地这样子。前面这个地铁就是华为地铁。我不知道以后这里建成之后会不会很多人，反正现在我觉得就挺好了，不要太多人。一旦特别多人的话，这里就会变成跟宝安一模一样啊。那边也有一个工地在开工啊，可以想象一下，1、2年以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？肯定是有几栋楼在那边，然后有几栋楼在这里，然后会有很多人。这里给我一种感觉就是，它那些商场都没什么人逛哈。但它也有肯德基、麦当劳这些，比我们比较常见的快餐厅，有2到3家麦当劳，也有2到3家肯德基。它一些生活设施都很齐全，但它好像人确实是比较少。不过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在深圳，你真的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居住的地方了啊！到处都是人，然后你走路的话，别说骑车了，走路可能都很难走啊。尤其是在现在龙华的民治那一块，不敢想象。这里这个烤鱼店有点像那种越南的风格哈，它那个店面。不过我查了一下，它是我们中国广州的公司，但这个门面太像越南风格了。我今天往前走到上面那一排写字楼那一块去逛一逛。到前面这里有一个小广场啊，有点类似于这里的中心地带，晚上会很多人在这里休闲的，比如喝咖啡、喝奶茶之类的。这里有一个星巴克啊，那些比较常见的饮品店啊，但是他人真的不多，跟我居住的梧州小城市比起来，这里的商场没有什么人。对，我去逛过几次，发现没什么人。现在是周末啊，它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如果做生意的话，这里的租金会比小城市更贵，但它人反而没那么多。这里又开了一家肯德基啊，所以这里现在我发现了3家肯德基了。这几年，这2、3年，中国的经济没有以前那么好啊，很多写字楼都空置率比较高，但是现在这里还在疯狂的建写字楼，很多地方都在疯狂的建写字楼。以我的角度来看啊，因为我
在深圳正好住了10年，所以我有很多的可对比的地方啊，就是人，它还是集中在几个比较常见的地点，像这种地方它人比较少。然后写字楼的话，空置率就比5、6年前它的空置率更高了啊。以前几乎没有空出来的写字楼，现在的话很多。这是现在在建的，很高啊。这是港头地铁站，没听说过，我也没有坐过这个。往前走一走看看，前面有一部分区域是小区、生活区，那里的房价应该很贵啊。这边我就不去逛了，我到这边看一看。刚刚我被交警拦下来了，但是他是首次警告啊，不罚款。我没戴头盔，然后骑的是超标的电动车，这个是无牌的，没有上不了牌的。然后我还穿着一双拖鞋。然后他拦下来让我，他说你下次不要再骑了，下次看到就是罚1000块钱啊。这是第一次是警告，然后给我拍照了。待会我得躲开他，我得往另外一边走啊。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，就是你下来拍个照，他立马就是他只是拍照片，他就知道我是哪里人了。现在这个人脸识别太厉害了，他知道我的名字，知道我的电话，他向我确认啊。所以我现在不能再去云谷那边了，他们都在那里。如果待会儿再看到我，那就有点尴尬了。前面是另一个地方了啊！这一带我发现，像这样子的环境的，只有大概方圆3公里，超过这个范围呢，就全部都是一些城中村、一些民房，然后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地方，但是居住的像我现在住的那么好的没有了。你们觉得这里怎么样啊？这里真的很像一个小城市哦，像一座小城市一样，温馨啊。